我是瓜皮儿。闪电侠第5季回顾。诺拉从2049年穿越到了2019年，在2049年，闪电侠将会消失于危机之中。为了拯救父亲，诺拉打算优先抓住老禅师。他拜师逆闪斯旺，却不经意间踏入了斯旺的陷阱，过度扰乱时间线，非但没有改变危机，反而让2049年的危机提前至2019年，间接使诺拉被时间线抹除，斯旺成功逃离时间的追杀，而希斯科也选择使用解药消除了震波。实验室突然产生了能量波动，白瑞夫妇慌慌张张地来到了根源处，时间穹顶。诺拉留下最后一个礼物也被时间彻底销毁，一场危机就此到来。4个月后，又一个神速穿越到了2019年，世界上速度最快的男人及时赶到，白瑞轻轻松松追了上来，猛地一个加速超过神速，将其制服在地。可这个人依旧不是奥古斯特，失去了语言能力，只能发出噪音。他也是4个月来出现的第4个冒牌神速。忙完抓捕行动后，大伙赶到乔的家里聚餐。平凡的4个月里，艾瑞斯成立的公民报收获了大批粉丝，希斯科和卡米拉的感情也日渐深厚。只有拉尔夫一直忙碌于失踪人口的案件。这段时间没有了震波，希斯科打造了一台精神增强器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利用白瑞的神速力增强白瑞的认知能力，让他能够在一个场景里同时看到所有结果，类似于奇异博士时间宝石窥探未来。有了这种能力，就可以抓住所有潜在罪犯。不过设备还在调试阶段，在此之前，白瑞夫妇就已经想开了关于诺拉的事儿。白瑞相信，总有一天还会有第2个诺拉重新降临在这个世上。说着说着，白瑞就起身去阻止一起抢劫案。艾瑞斯问起父亲后院的垃圾纸箱去哪儿了，一听说早就到了垃圾站后，艾瑞斯也起身离开了餐桌。凯瑟琳也借机离开，参加了挚友家的白事。拉姆齐和凯瑟琳算得上是师兄妹了，两人都是拉姆齐的母亲瑞秋医生的徒弟。可瑞秋如今死于癌症，这对拉姆齐的打击非常大。晚上，艾瑞斯一路找到了垃圾站，其实他一直放不下诺拉，箱子里放着的是未来送给女儿的皮夹克。艾瑞斯还沉浸在东西没被摧毁的喜悦里，全然没有注意身后冒出了一个黑洞。等他反应过来后，女儿的遗物已经被吸了进去。隔天一大清早，白瑞就来到了现场调查。艾瑞斯不敢透露真相，只能编个谎话说服白瑞。希斯科检测出现场有大量伽马射线和磁性场，这意味着袭击艾瑞斯的是一个黑洞。众人回到实验室开始商量对策。此时拉尔夫·邦德回到小队，这4个月他卧底在各大黑帮以及富人圈，只为失踪人口苏迪尔帮的线索。可惜的是没有找到任何线索。最近凯瑟琳也总是随机释放冰霜杀手，大伙认为他劳累过度，于是给他放了个假。恰好拉姆齐约凯瑟琳在咖啡店见面谈心。拉姆齐作为这个城市最顶尖的血肿瘤专家，他一直把母亲的死怪在自己身上。母亲发现身患癌症时选择了放弃治疗，享受人生，而拉姆齐一直没有放弃希望，直到他研发了全新的治疗法暗物质，将暗物质和自己的药物结合，可以完美治愈癌细胞。这也是他约凯瑟琳出来的唯一目的，唯有星辰实验室才有能力造出暗物质。可暗物质有多么危险，凯瑟琳深有体会，他果断拒绝了拉姆齐的请求。拉姆齐前脚刚走，一个黑洞出现在咖啡店，凯瑟琳即将被黑洞吞噬时，冰霜杀手却没有现身帮忙。好在实验室检测到黑洞，白瑞及时赶到，凯瑟琳这才逃过一死。黑洞的面积比早前要大得多，下次恐怕是要吸走整个城市了。艾瑞斯根据第1个受害点废品站调查了警局所有关于废品站的嫌犯名单，其他人都是偷东西被记了档案，只有一个叫切斯特的男人被警局放走了。这个孩子是个疯狂的科学家，经常直播自己的科学进度，粉丝们都知道他喜欢咖啡店的服务员娜塔莉，为了见娜塔莉恨不得一天买6杯咖啡。这段视频的重点是他的研究，在废品站捡来的2手破损设备组成。起初他的目的是开启一道传送门，看看地球之外的生物。实验失败后产生了第1个黑洞，对抗黑洞远比对抗转化人要麻烦得多，白瑞必须确保万无一失。同时凯瑟琳检查了一下身体，最近冰霜杀手确实有点不靠谱，仔细回忆了一下，好像是从父亲托马斯去世后才开始的。凯瑟琳和拉尔夫猜测冰霜杀手可能是害怕死亡才不出现。另一边，艾瑞斯和塞西尔来到了医院见切斯特。自从出事之后，切斯特就变得不再正常，就像是没有大脑的躯壳，唯一的线索也断了。艾瑞斯转身离开了病房，就在此时，塞西尔留住了他，直言告诉他，我和乔知道你一直在找诺拉的夹克。他们也理解艾瑞斯念女心切，虽然白瑞相信还会有第2个诺拉诞生，可第2个终归不是他认识的诺拉。艾瑞斯发觉自己根本不知道如何用言语表达感受， WTF 简称自 We Need Fucking Talk。
他突然想到切斯特可能也无法用言语表达，只能一味地敲打摩斯电码。同时希斯科也研发出了干扰器，只要黑洞不再变大，这一颗手雷下去就能逆转黑洞中的吸力，让黑洞自我爆炸。此时艾瑞斯着急忙慌跑了回来，他发现黑洞和切斯特是相连的，如果炸掉黑洞，切斯特也会暴毙。凯瑟琳检查了一下切斯特的大脑，发现他大脑只能运作一半，另一半仿佛在黑洞之中，两者相连后才是完整的意识。这也解释了黑洞为什么会出现在废品站和咖啡店，一个是捡零部件的地方，一个是爱慕女孩上班的地方。白瑞一拍大腿，决定救活切斯特，可从黑洞里拿走东西太不切实际了，有必要考虑一下取舍问题了，保大还是保小。在这个问题上，白瑞和希斯科产生了分歧。就在这时，凯瑟琳接到了拉尔夫的急救讯息，冰霜杀手立马现身赶来，却发现这是拉尔夫的阴谋，他要和冰霜杀手talk一下。这段时间，拉尔夫终于摸清了冰霜杀手的内心活动了，他不是怕死，而是怕活着。因为冰霜杀手一直没有自己的生活，平时现身也只是救死扶伤。拉尔夫建议他和凯瑟琳商量一下分居的问题，而隔壁刚刚大发雷霆的白瑞终于安静了下来。他之所以想救下切斯特，全是因为不想放弃任何人。诺拉的死教会了白瑞不放弃，事实就是夫妻俩谁也没放下诺拉，都把自己伪装得很坚强。艾瑞斯想找夹克的目的很单纯，如果未来的孩子还是诺拉，还是寄宿者，那这个夹克还能重新送给孩子。谁也没想到夹克被黑洞吞噬了。说着警报就响了起来，黑洞出现了，这次开始吞噬城市。白瑞和希斯科一致决定两个全保。切斯特在黑洞中的部分意识是负电荷，白瑞需要用神速力的正电荷来吸引黑洞的负电荷，从而把切斯特的意识带出来，可风险极大，他也不敢确定神速力能不能扛住黑洞的压力。另外，如果要确保切斯特的意识能回归身体，还需要一台量子计算机和超导线来稳定住他的意识。恰好诺拉死前留下了自己的护手，希斯科将其改造在了白瑞的全新战衣上，说动手就动手。外面的乔看着这个巨大黑洞也无能为力，冰霜杀手和拉尔夫协助民众疏散，希斯科则安排塞西尔把切斯特的身体放进精神增强器，以此稳定他的意识。一道闪电划过人群，白瑞直接冲下了黑洞，在两栋楼之间反复急速奔跑，稳定住了黑洞的吸力。抓准时机，白瑞纵身跃进了黑洞之中，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，大伙都以为白瑞死了。刚立完 flag， 白瑞冲出了黑洞，成功把一部分意识放进了精神增强器。伴随着黑洞的消失，切斯特醒了过来，还是那个疯狂科学家。白瑞终于放下了心，等他身体稳定后就能回归生活了，这可能需要1、2月。晚上，冰霜杀手和凯瑟琳商量了一下，凯瑟琳也希望冰霜杀手能够拥有自己的生活，他决定让冰霜杀手出来掌舵一段时间。在此之前，拉姆齐偷偷从黑市购买了极小一部分暗物质，按照自己的想法开始了实验。癌细胞的确开始消失，但他的身体也产生了异变。白瑞也为艾瑞斯准备了一份礼物，冲入黑洞的时候，之所以他没了动静，是因为白瑞为艾瑞斯找到了夹克，那是属于他们最后的纪念。温馨的画面没多久，房间一黑，监视者登场。诺拉的录像就是他摧毁的，他的目的就是摧毁闪电侠心中的希望，因为之后的危机，希望将成为累赘。时间提到了2019年12月10日，他告诉白瑞，想要拯救你的宇宙，只有一个办法，闪电侠必须得死。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